各位党员同志，各位支持台湾民众党的好朋友，也有许多关心台湾民主发展前途的公民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相信今天晚上这一场政见发表会，关注的不仅仅只有台湾民众党的同志，同时更吸引了许多关心台湾未来前途发展的公民朋友们。理由很清楚，因为台湾民众党从柯文哲主席创党至今，我们每一天透过踏实的工作，努力的在履行我们在竞选当中所做出来的承诺。而这样的台湾民众党，当台湾面对国际情势快速变迁的今天，我们必须要诚恳的面对，更要诚恳的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：在现今的世界当中，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台湾？而在目前的台湾之中，我们又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台湾民众党？在进行申论之前，请容许我先简单的作结。面对现今的世界，我们需要一个坚持民主、法治、开放、多元、包容精神的台湾。我们更需要一个对内可以团结人民，对外可以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的台湾。而这样的一个台湾，需要一个负起责任、回应民意、秉持创党理念的台湾民众党。我们借由每一天踏实的工作，每天让台湾进步一点，最后就可以累积成为国家整体的进步，成为持续引领台湾前进的关键力量。10年前，民主进步党的前领导人曾经讲过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，而不是制造问题的政府。人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凝聚共识，而不是撕裂社会的政府。此番言语，在此时此刻的台湾，我相信或许格外讽刺，但也特别真实。政治的语言从来没有办法创造真正的改变，只有具体的行动才能够持续推动台湾的进步。从过去到现在，从现在到未来，台湾民众党将以具体的行动带来真实的改变。我们必须借由每天认真的工作，每天进步一点，让国家累积成为整体进步的关键力量。在20世纪初期，以平等共和的理念，以革命的行动取得政权的中国国民党，曾经承载着选民的托付。但是长久的一党专政，中国国民党逐渐走向了腐化、专制与独裁，也与台湾主流的民意脱节。台湾人民最终用选票下架了中国国民党。而在20世纪的末期，曾经从街头起家、冲撞体制、关怀弱势的民主进步党，完成了首次的政党轮替，也取得了全面执政的机会。然而，在迈向第3任执政的民主进步党，一样走向了贪污腐化、专制独裁的道路。现在甚至为了巩固政权，不惜滥权打压异己，更在撕裂台湾社会。历史是公正公平的，历史也是无情无私的。在时代需要的时候，这2个政党都曾经回应选民的期盼，回应社会的需求。然而，面对新的局势，如果固步自封、不思进取，终将有新一代的人民组织起来、团结起来，寻求新的出路。我们反对民进党的威权，
因为我们忠于台湾的民主。在开始申论以前，我想邀请各位朋友，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回想过去这一年，取得政权的民主进步党赖清德政府，除了对我们的柯文哲主席展开政治追杀，除了对于在野党进行漫天的抹红抹黑的攻击，除了帮人民大涨电价，除了发动所谓的大罢免造成政治内战外，去年520上台的赖清德政府到底缴出了什么样的成绩单，又为人民做了什么？迈入2025年，过去这一个月，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，雷厉风行的政策，为全球的地缘政治以及世界的经贸带来了剧烈的变化。与此同时，来自于中国对于人工智慧新模型的建立，对于产业界、对于学术界，甚至对于各国政府，都造成了剧烈的冲击。许多人对于过去这几年来以美国为中心的人工智慧治理模式，开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，而世界各国的政府也都在科技环境快速变迁的情况下，苦思如何从法治面，如何从产业面，如何从制度面，如何从文化社会面，迎向 AI 的浪潮对于全球的秩序所将造成的冲击。而如何面对这些冲击，更已经成为了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试金石。提到这些世界客观的情势，我们并不是在唱衰台湾，更不是在恐吓人民。相反的，我想指出的是，面对21世纪以来变化幅度最大、变化速度最快的关键时刻，当各国的政府都以最严肃的态度来面对 AI 所将接受的挑战，我们的台湾政府卓荣泰内阁自从520上台以后，以 AI 内阁为名，但是除了口号，除了名称以外，到底为台湾的创新，到底为台湾未来所要面对的发展，做出了什么样具体的行动，展现了什么样的创新？除了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之外，国内也累积了长久以来严峻的问题。过去10几年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独步全球，固然为台湾带来了财富，也把台湾推向了世界舞台的枢纽。然而，在此同时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台湾的传统产业正在面临景气的寒冬以及严峻的考验。更严重的是，过去8年来，在民主进步党主政之下，台湾的贫富差距日益恶化。我还记得，在2011年11月的时候，当时民主进步党的发言人陈其迈曾经严词的批判马政府执政3年，台湾最高所得5%跟最低所得5%的差距，从60倍膨胀到75倍。但是大家知道吗？民主进步党从2016年上台以来，一直到2022年，我们的贫富差距已经上升到了150倍。这样的现象清楚地反映出来，飙涨的房价、实质动涨的薪资，让台湾的房价所得比在去年第3季的时候已经攀到历史的新高 10.82。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势，台湾的年轻人不仅不敢成家，恐怕更看不到未来。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执政党，除了政治斗争、排除异己之外，却毫无具体的作为，执政一片苍白。我们的执政党成天把民主挂在嘴上，
喊得震天尬响，但是当面对不同的意见，从民进党的中央厨房，透过媒体，透过侧翼，把所有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全部打成中共同路人。这样的政府不仅仅丧失了人民的信任，更无法承担人民的托付。现在更透过认知作战，发动大罢免，要把台湾社会进一步推向撕裂的边缘。因此，作为负责任的在野党，台湾民众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持续强力监督、有效制衡执政党，让相信理性问政、让相信民主不能倒退的政治工作者有所依靠，让拒绝独裁、反对威权的台湾人民有所寄托。不可讳言的，要维持第三势力的火苗，将是非常艰巨的道路。这样的处境，我与柯文哲主席都不陌生。我非常清楚地认知到，和解不会从天上掉下来。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，不会把国家未来的发展寄托在对手的善意之上。同样的，作为对选民有承诺、对国家有责任的忠诚反对党，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执政的善意之上。如果不去思考怎么样让执政党感受到台湾民众党监督的决心，那么名为和解的退让，只会让执政者一步一步削弱人民自主的力量。台湾不会是属于民进党的台湾，但我绝对相信台湾民众党绝对是属于全体台湾人的政党。我们除了要有能力抵抗来自于执政者无谓的政治攻击以及政治追杀，在执政者无心执政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更要有能力擘画台湾的未来。因此，台湾民众党的第二个任务，就是以具体的行动跟执行力，肩负改变这个国家的责任。过去1年，台湾民众党履行了柯文哲主席在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所做出的承诺。23年没有办法修正的财政收支划分法，我们做到了。从2017年司改国是会议以来，民主进步党政府不断的拖延、不断的延议、不断跳票的吹哨者保护法，我们做到了。台湾民众党是一个说到做到、言行合一的反对党。未来我们会继续履行我们的承诺，对于司法改革的承诺，对于媒体改革的承诺，对于居住正义的承诺，我们要肩负起本来是应该执政党要负起的责任，由台湾民众党帮执政党来完成。除了继续履行承诺以外，接下来我也将以台湾民众党为平台，为台湾擘画，为人民勾勒出迈向2028政策纲领。我们将邀集社会各个领域爱国爱台，希望台湾向前，为我们下一代找到出路的朋友们，一起为台湾迈向2028年的政策纲领，集结众人的智慧。像我先前所曾说过的，价值不能沦为口号，执行力才是关键。让话语成为现实，是政党推动政治进步的唯一方式。当执政的摆烂时，台湾民众党监督制衡；当执政者滥权的时候，我们扛起应该有的责任；当执政党跳票的时候，我们帮执政者兑现承诺，完成改革。在过去这1年的实践当中，我相信台湾民众党在柯文哲主席的带领之下，我们以具体的行动向台湾人民展现了台湾民众党是一个有理念、有决心，而且会以具体的行动实践我们对于选民所做出来庄严承诺的政党。接下来，如何让优秀的人才留下来，让下一代看得到未来，
将是台湾民众党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，也是接下来我与全体党员同志共同努力的目标。去年8月30号，台湾民众党遭遇了创党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攻击，不仅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党部遭到民进党政府的搜索，我们的党主席柯文哲更遭到赖清德总统的关押，到目前为止还在土城看守所。尽管面对如此剧烈的挑战跟打击，台湾民众党全体党公职，我们不仅没有被击倒，我们更没有涣散，我们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每天认真的生活，认真的工作，履行兑现我们对选民所做出的政治承诺。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，向所有不离不弃的台湾民众党支持者、全体的党员以及支持阿伯的小草们，致上最深的敬意和谢意。因为有你们，才有台湾民众党；也因为你们，我们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上工。在今天的政见发表中，我提出了现在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台湾，而现在的台湾又需要什么样的台湾民众党。我始终相信，政治必须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天，因此，台湾民众党将会继续延续着议会路线、街头路线，双头并进。我们会用具体的行动展现出我们的意志，展现出我们的行动力跟执行力，携手捍卫台湾的民主，对抗绿色的威权。同时，我也必须先向党内所有的同志致上诚恳的歉意。未来的2年，大家会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因为台湾民众党必须由一人政党走向全民政党。我们会是，也必须是一个强而有力监督的在野党。我们会是，也必须是勇于履行竞选承诺的反对党。我们会是，也必须是引领台湾社会面临未来挑战、忠诚爱国、言行合一的台湾民众党。如此，我们才不会辜负人民的期待，也才不会对不起自己从政的初心。面对执政党的攻击，我们依然要心存善念，尽力而为，怀抱着正直诚信的精神，一方面为实践改革而努力，一方面为台湾擘画前进的方向。台湾民众党所有的同志，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加倍的努力，10倍的努力。这个过程或许会很漫长，但我相信终将迎来天光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要让台湾社会看到，当执政的民主进步党每天把责任推给在野党，台湾民众党以具体的行动来回应选民的诉求，履行竞选的承诺。当民进党用口号治国，台湾民众党却以具体的行动让改变成真。当民进党用民主当作攻击的武器，用双标的司法，用绿色的媒体追杀在野党，台湾民众党却要承继起全体台湾人民的托付，实现改革的理念，继续的推动司法改革与媒体改革，让台湾社会，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真正看到公平正义。我始终相信，在台湾民主发展的洪流当中，政党是人民的工具，而不是政治的目的。台湾民众党的未来，也如同过去曾经执政的2大党一样，必须要接受人民与历史的检验。为了这块我们所共同深爱的土地，台湾民众党将会扛起责任，
期许自己成为这个时代台湾人民的托付。同志们，让我们一起努力，有自立的民众党，才会有自主的台湾。谢谢大家。